大家好，我是印尼闲人，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是2025年8月31号，星期天。就在昨天晚上，泗水的地标建筑之一格东格拉哈里被游行示威者焚毁。昨晚的泗水城处于较为混乱的一种状态之中，游行示威的民众在天黑前就开始攻击格东格拉哈里的围墙大门，守卫的防暴警察们毫无还手之力。在天黑后的下午6点左右，警察和示威人群开始进行催泪弹和石头棍棒的大战，场面一度成非常的混乱。接近晚上7点的时候，警察队伍和示威者们的打斗从格东格拉哈里门口一直蔓延到了 Data Plaza 和敦均安 Plaza 的附近。有一些人为了躲避催泪弹的袭击而跑进了 Data Plaza 和敦均安 Plaza。之后，敦均安 Plaza 的经营者担心购物中心可能会面临受损的风险，因而迅速地驱离顾客，并提前关闭了敦均安 Plaza。那昨晚之后最重点的部分，便是有示威者烧毁了格东格拉哈里。同站昨晚被烧毁的还有泗水城内多处的10几个警察哨所。那今天一早，恐慌情绪已经在泗水开始蔓延。今天虽然是礼拜天，但是闲人的邻居和朋友们为了避免遭遇危险，大多数都选择待在家里面不出门。闲人今天出来走走的原因，是因为闲人本来就在家待不住，而且既然大家都选择不出门，那街上肯定不塞车，闲人不用受塞车之苦。那事情果然是这样，大家刚刚所看到的2分钟左右的影片，便是今天泗水的街景。街面上非常的安静。今天闲人趁着这个安静的机会，要带大家逛的地方是 Gia Gia， 泗水的唐人街之一。Some feelings never dry with time. Gia Gia 所处的位置其实是老泗水城的核心地段，殖民时期的泗水城的商业中心。殖民时期的泗水城主要位于嘎里马斯河的两岸，河西岸靠近金巴当梅拉的区域是荷兰人的行政机构、教堂、银行的所在地。荷兰人的商贸公司、仓库、码头则主要集中在金巴旦梅拉以北的嘎里马斯河西岸。基亚基亚位于嘎里马斯河的东岸，嘎里马斯河的东岸又被基亚基亚划分成了南北2个部分。在殖民时期，东岸的北部是阿拉伯区，东岸的南部则是华人聚集的主要区域。那泗水著名的唐街、巧克力街和殖民时期的华人上校郑元贞家的私宅，都是位于嘎里马斯河东岸的南部。当然 Gia Gia 这个名称是2000年之后才出现的。在荷兰殖民时期，这条划分嘎里马斯河东岸南北区域的道路被称为 Handelsstraat 贸易大道。顾名思义， Gia Gia 在荷兰殖民时期的泗水就已经是商业贸易的中心了。而在日据时期，很多日本人喜欢到 Gia Gia 来寻花问柳，
所以 Gia 被开始称为跟邦结崩。一直到现在为止， Gia 的正式路名依然是跟邦结崩。那印尼独立之后的跟邦结崩依然延续着它商业街的功能，泗水众多的商业贸易公司依然在此设立办公室和仓库。时间进入2000年之后，泗水市政府想把跟邦结崩这条街打造成为像日惹的马寮波罗大街一样的观光街，因此开始取名 Gia。 当时的 Gia 曾经一度繁荣，众多的摊贩在夜间云集于此，此处甚至成了泗水华人在当时寻找夜间美食的一个主要目的地。但之后的几年，可能由于原本居住在咖喱马斯河东岸的泗水华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居住环境而开始大量的搬离这个区域，使得 Gia 的夜市开始缺少人气。等到2008年的时候， Gia 已彻底死寂，夜间几乎已经找不到任何摊贩在此摆摊，直至 COVID-19 疫情后期的2022年。COVID-19 不仅重创了印尼人的健康，也重创了印尼的经济，特别是对餐饮和零售行业的打击。2022年的秋季， COVID-19 的疫情在泗水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大家仍然是小心翼翼的出门。但是当时泗水餐饮行业的不景气，迫使餐饮从业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因此 Gia 的夜市又开始复活。
活后的吉亚吉亚夜市，除了刚开业那段时间还算热闹之外，之后就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毕竟金巴丹梅拉附近的咖喱马斯河两岸已经很少再有华人居住于此。为了改善居住环境的泗水华人们，大多都已经搬迁去了西泗水和东泗水的各种中高级住宅社区。吉亚吉亚显然已经从根本上失去了基本的顾客群体。不过忧中也有喜，近2年来，泗水市政府一直在努力打造泗水旧城的观光项目。现在的泗水旧城，到了周末还是有不少年轻的观光客们来光顾。这位吉亚吉亚夜市的引流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是印尼闲人，谢谢大家观看我的影片，再见。